对，农历新年吃年饼在大马是一个传统，又来了。是有很多人讲，哎呀，我的年纪大了，血糖、血压这个脂肪不能摄取太多。今天我就要吃一天的年饼，让你看看我的身体、心理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，我还可以自救吗？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为自己挑选的3个年饼，今天我不会吃其他东西，吃且仅吃这3样。一个叫冬阴 shrimp， 冬阴功风味的炸虾头，这个没有热量标识。第二个呢是我爱吃的，叫花生饼 rempeyek， 它每100克呢是548千焦，16.4克蛋白质，33.2克脂肪啊，碳水啊每100克有45.8克。第3个呢是我的龟沙贝椰香的蛋卷，每100克有440大卡，只有5克蛋白质，14克脂肪，72克碳水。那为了简化起见呢，我们都当它是每100克有500大卡。我一天呢应该要摄入1800大卡，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吃360克年饼啊，大概分成2到3餐来吃吧。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啊，来研究年饼对身体的影响。现在已经是11点15分了，今天还没有吃过饭，那我们来吃今天的第一餐吧。我先吃100克500卡，这个好香啊，这个好香啊。我的挑战就此开始了，这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一天会经历什么。正好100克啊，我是没想到啊，100克啊就是这样小小的一盘，这居然就有500卡。再想一想，我们的鸡胸肉真是低卡又健康啊！来，我的秘密武器啊，就是这个。为了知道吃年饼对身体血液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血糖的影响，我已经在身上带上了连续血糖监测仪，它每隔5分钟就会检测1次血糖，这样我就会知道吃年饼之前我的血糖是多少，吃之后它多快的会上升，又需要经历多久才会让血糖平稳和下降呢？吃了一整天的年饼又会让多少时间处于高血糖的状态呢？好吃啊！椰香味不是这么重啊，甜味比较重，非常 crispy。看这个花生饼啊，虽然小小，没有江鱼仔，没有一些叶子，但是这个花生很香啊。这个冬阴 shrimp， 冬阴的味道蛮重的，但是就是没什么虾头啊，就感觉还是面粉比较多。3个一起来吃吧。你别说，搭配在一起啊，还挺好吃的。事后证明啊，这是我一整天下来吃的最好、最开心的一餐了。就是有些干，还要喝水。只有5分钟啊，这一盘100克500大卡的手抓年饼就吃完了。那等下我们就来看看血糖会怎么样响应哦。吃完100克年饼啊，首先是特别干，要喝水，喝很多的水。那你说饱吗？我觉得可能就5分，最多6分的饱。那说爽吗？吃的时候挺爽的，吃完总感觉还是空落落的，就觉得没有特别爽，没有吃到肉，没有喝到汤，既没有完全的饱腹感，也没有完全的爽感，所以即便热量到了，也感觉完全不够哎。哇，吃年饼真的建议大家前后都喝点水啊，这样在胃中一胀开，饱的感觉就会上升1到2分呢。现在吃完啊，已经有30分钟了，饱的程度反而增加了。就如果刚才是5、6分的话，现在该有7、8分饱了。现在终于开始攀升了，它们进入了我的血液啊，现在是6.7，已经上升了10%了。看这个趋势吧，我也不知道它最终会上升到什么地方啊，我们拭目以待哦。幸福感呢，还是没有啊，没有很开心很爽。后面的半小时，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不少时间的视频，服用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让我的精神萎靡，有点想要睡觉。现在吃完那些年饼已经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。刚看了一会儿电视啊，感觉头昏昏沉沉的，真的是有一些晕碳了吧，有点想要去睡觉，没有太大的精神。来看看血糖的变化哦，原来血糖已经就在刚刚啊，经历了一个高峰，看已经变成黄色了。碳水化合物迅速的进入身体，被血液吸收，血糖随之上升。原来在过去的1个小时内，我已经经历了血糖上升到顶峰，就在5分钟前经历了最高值是
9.8哈，现在开始下降到9.3，也就是说1个小时之内啊，它就开始慢慢的由上升到顶峰，现在开始下降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我的精神更加萎靡，甚至有一点头胀和头痛。这么一点点年饼啊，没有想到让血糖的上升使得人没有精神，这个事情还是很明显的。现在我们看啊，经过1个半小时左右，回到了绿色的7.8的区域啊，血糖经历了一个高峰又下来了，所以它上去下来特别快啊，一下子就经历了。好吧，那先工作一会儿，看看精神会不会好一会儿。随后呢，我又去剪了几段会员视频，打个小广告啊，也欢迎加入。我们的会员啊非常便宜，每个月就1杯咖啡的钱，有我们自己每周的心得，有我们的探店，有我们最精华的内容采访，当然啊，还有一些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生活在大马的独特感想，不便在公众视频中发布的，都会放在会员视频之中。你也注意到了，我身边就摆着那一些年饼啊，可是这个时候我一点要再去吃他们的愿望啊都没有。2个小时啊，回到了正常，现在是6.0，感觉是趋稳了，整整半个小时开始上又到顶峰啊，将近半个小时，然后呢一直在高峰再下来，整个一个 cycle 是2个小时，这也只吃了100克500卡，5分钟就吃完的年饼而已啊。现在感觉确实有了一些精神哦。虽然这么说啊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和王太太出去购物，我就发现自己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一直在打哈欠，一直呢有一些萎靡不振的这种状态。等我在商场逛完啊，我再看一眼血糖，哇，没有想到啊，这吃完的第3个小时，血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最后的1个小时，就第3个小时，它是一路下降嘛，现在血糖。现在感觉也是有点饿了，说实话，再让我吃东西，我们都吃得下。现在血糖只有4.7，你看，是一路往下走。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啊，血糖下降的速度啊是急速的、陡峭的下降的。我的血糖从4.7呢，到之后啊一路下降到低血糖的警戒线3.8，而自己饱的那种感觉从4分、3分、2分到感觉很饿了，真的是想要吃点东西了。这个最后半小时啊，我觉得我现在是饿到啊，是1分的程度，就是非常非常饿。我的腿、我的手都感到有点酸，手甚至有点抖。我知道啊，血糖肯定是很低啊，果然啊，都已经报过警啊，在3.9之下啊。大家可以看，最后1个小时是加速的下降啊，现在是平坦在4.1，就是在下限的，就是在最低的这个位置啊，在4.1的这个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开始要吃一点东西了。现在啊，我学聪明，我还拿了一瓶水啊，边吃边喝一点水，看会不会啊多增加一点饱腹感。花生饼的蛋白质相对高一些，多来一点。又是100克的零食，吃吧。太饿了，太饿了，开动。现在吃呢，就不像早上刚开始吃到这些年饼啊，新鲜的年饼的时候，可以体会到它们的香。现在更多的只是赶快让自己不要饿，有一些的狼吞虎咽，对它的这些味觉、各种香气啊，也没有这么敏感。这招果然还是有用的，在吃年饼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又脆又干、很油的东西。如果你同时喝一些水，哪怕在吃的过程中，都会感到有一些饱了，而且整个吃的过程会拉长，变慢一点。吃完了，这次吃了10分钟啊，比刚才多花了1倍的时间。我的第2餐100克的年饼啊，吃的慢了1倍，10分钟的时间，还同时喝了一点水。看一看啊，身体有些什么变化？不要急，这一次我还有一个小招数。看我吃完10分钟啊，血糖好像就收到了命令一样，开始抬头。好，现在已经是5.0了，又已经上升了10%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自救，就是去健身。
是的，如果呢你在新年期间啊，一定要吃年饼啊，或者去吃一碗虾面，和朋友聚餐，有大量的碳水摄入的话，那么吃完之后啊，来进行一些有氧运动，不一定要跑啊，哪怕是快走10到30分钟的时间，对血糖的平稳和快速下降也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快走了20分钟，看这个血糖的系数啊，差不多半小时内上升了30%左右。从4.2到5.8，现在啊，20分钟走路还没结束啊，你看它已经开始下降了，现在就只有5.4了，已经进入下降通道。哇，这个对降低血糖啊，真是非常强力啊，非常有效。那我是不是就实现年饼自由了？你别说啊，运动一下不单单抵消了那种血糖上升，而且也没有那么困了，就感觉还是比较精神的。这多神奇啊！人生的结局往往是咎由自取啊！没想到运动完之后啊，他又经历了将近1个小时的上升啊，血糖你看在运动之后又上升了，最高到8.4，也就是比我的最低啊，吃饭前的时候也要 double。话虽这么说呢，血糖上升的程度啊，没有早上这么厉害。早上是30分钟直冲云顶，直接 double 了我的血糖，而现在呢，花了1个半小时，分成2个阶段，算是慢慢上升的。虽然最多上升也有100%，从4点几到8点几，但时间拉长了，使得我血糖的平稳度提升了，处于高血糖的时间呢，也总体变短了啊。所以运动还是有用的。再有呢，精神会好一些。应该说运动还是有用的，半个小时就从8点多回到了5.7，它下的比较快，而上升呢是比较慢的，还是有用的。我现在一直在工作，精神也还是挺好的，没有那种精神很萎靡的这种情况。我正在剪视频呢，一下子剪片了很久啊，离上次吃东西又是3个半小时过去了，但是和上一个高峰比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啊。它的血糖曲线就是很平稳的，因为有了运动啊，血糖是慢慢的上升，快速的下降，然后呢，平稳的也很久啊，最后的2个小时啊都是比较平稳的。但是我现在饥饿的指数呢，好像又上去一些了，差不多是4分饿了吧？看看等一下会不会啊，快速的让我的饥饿程度加深哦。不知不觉啊，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刚才啊一直在剪片，哇，这运动啊真的是不得了，你看运动的。对血糖的上升可能没有帮助，还是到这个高度啊。可是这之后的4个小时，从5点一直到现在啊，将近9点，血糖都是平的，就是在5左右，非常非常平稳。好，现在已经饿到2分，快要接近1分了，就是非常非常饿，抓紧吃点东西。还好还有160克的量。总结一下啊，运动呢使我的血糖啊上升的比较慢、比较缓，下降的比较快。没有想到在之后的整整又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，血糖都是平稳的，这又是一个额外的好处。我的打算呢，先吃100克，晚上还有留60克，万一肚子饿了还能再吃。而且呢，运动完之后其实没有这么饿啊，即便已经过了4、5个小时，我呢就只先吃了50克，看一看分开2批来吃，血糖上升的速度和程度会不会下来一些。吃了50克，血糖就升的比较慢，将近1个小时，从5.0上升到7.5，上升了50%，就比刚才啊少了一半，那么很好。接下来我再吃剩下的50克啊，正好现在又有一些饿了。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现在不是很饿啊，又过了1个小时，血糖还是维持在7.7这样，看来啊分开吃也是有用的。那么我还有60克的余量啊，晚一点啊，要是肚子真的饿了就再吃，明天早上起来看看我半夜会不会被饿醒，身体还会有些什么变化。明天早上见吧。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终于睡醒了。昨天睡觉前又完成了最后的60克。那么来总结一下，一整天服用了1800大卡的年饼。哎呀，不过这里面啊，主要都是碳水化合物了，蛋白质只有10几克，还有不少的油脂。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又服用了以后呢，会看到我的血糖曲线啊，又经历了半小时的快速的登顶到8点几，半小时下来，
但是没有结束啊！你看，它直到半夜啊1点半的时候又冲上了7点几，而且啊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整个睡眠的期间啊一直在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，直到早上啊稍微好了一些。整天下来74%才是好的血糖波动范围啊，也居然有超过25%都处于高血糖的范围，还有1%的低血糖，血糖的波动高高低低很大。至于体重嘛，你肯定没有猜到，因为昨天一天只用了360克的东西啊，一天下来反而轻了0.4公斤。心理上呢比较容易疲倦，这应该也是血糖的波动带来的。早上还会有一些轻微的浮肿，因为碳水吃多了。如果新年您一定要用很多年饼的话呢，记得第一，吃完以后快速的散步30分钟左右或者呢，你可以在吃之前先来一些蔬菜、蛋白质，甚至于像我们家的腰豆这样的油脂，就在胃和肠道里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，使得血糖的上升幅度和拉长时间都有极大的改善哦。如果吃太多年饼的话呢，总的来说如果吃太多年饼的话，确实心理上也感觉很无聊，没有吃到爽，没有也吃到很饱。这就是一整天吃掉的年饼还真不少。总之今天和之后几天我都不会再吃年饼了也希望你新年过得健康、身心愉悦。拜拜。